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应该都有听过十诫这个东西。对，然后好像很多宗教都有十诫的样子。我们也有做一整个系列的十诫。没错，那今天讲的呢，就是基督教的或是犹太教的十诫。我们又要讲一次啊？没有。那基本上呢，十诫就好像就是一些基本常识一样啊，就是如果你遵守的话呢，你就是个好人。OK 啊，例如像说什么不要谋杀呀，不要偷东西呀，要尊重父母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一些好的建议。建议。但是其实呢，这只是前面10条而已。那圣经上面的律法算起来有613条，这还不包括就是犹太教的这个 Talmud， 就上面有好几本。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要献祭的时候要怎么样弄，全部都是律法。OK， 圣经上面的律法呢，就是在圣经前面的5本书里面全部都可以找到。那这些就是古代以色列的人需要遵守的律法，就613条。那这5本书呢，总称呢在希伯来文叫做 Torah。妥拉经，中文有人说叫做摩西五经，这5本书也是律法书。OK， 这就包含了圣经上面所有的这些律法。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律法是什么东西。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Welcome back to PHC. 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我们的 sponsor 除了 ExpressVPN 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Art Construction。Art Construction 呢是在南加州这边的一间建筑公司，然后它是有非常完善而且专业的团队，而且青春的霸配。对。然后呢，小鲜肉。他们的服务项目有包括帮你画图，然后申请城市的 permit， 然后各种的，你想要小到只是修个油漆，到要盖整个房子拆掉要重新盖，他们都可以做得到。反正他们就是有一条龙的服务来服务南加州这边的人，然后他们现在刚好也有来 support 我们的 channel，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任何房子上面建筑的需要的话，欢迎跟他们联络。打这个电话找 Ferry， 没错。然后他说你是看了 PHC 来的，然后他就是你跟他的事情。他可能会把你当成朋友。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要遵守这些所有的律法吗？600多条。对。590。对啊，记都没办法记起来了。而且有些律法是很奇怪，对不对？不可以吃猪肉，那卤肉饭怎么办？那万峦猪吃血。对啊，万峦猪脚怎么办？低惠贵怎么办？对不对？猪排饭怎么办？这些律法到底是要来干嘛的？还有说不能吃螃蟹啊，不可以吃螃蟹。Kidding me, Jesus？ 那其实这5本书的这个律法书很奇怪，因为这5本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书。OK， 是在讲历史的。那对于不信的人的话呢，这些历史可能就是神话 ，OK， 或者是故事书。这只是属于犹太人的历史。对，那这个故事书就在讲说人如何创造一群爱神又爱人的新人类，整本书就是这个样子。OK， 当耶稣来了之后呢，来教导妥拉的时候，妥拉经的时候呢，他说他是来实践这些律法的。所以说他是怎么样？对，所以说他是怎么样来实践的呢？圣经的故事一开始就讲说神创造了人类，然后呢，结果人类反抗他，然后呢背弃了神。对，然后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用他的血脉来祝福全人类。对，伯拉罕一家人呢就辗转来到了埃及 ，OK， 不知道为什么就当了奴隶。对，结果神呢就救赎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自由。然后呢，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这些约好像跟其他的约不太一样。这些约就是说，所有的法律以色列必须服从就有点像类似一个宪法一样的这个东西。这5本书里面就是摩西写的这5本书嘛，就很多一些就是有关什么仪式的然后还就是怎样做一个好的以色列人的这些习俗，对，或者是礼俗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是以色列人，要跟世界上面其他的人不一样。有些是关于社会的然后就是人跟人彼此交流之类的，然后有些是关于正义的，有些是关于道德的。那以色列遵守这些律法，不但可以让自己的社会变得更繁荣，也可以同时让外邦人来认识到以色列的这个神。那接下来妥拉经就是一堆律法了嘛，像说什么第1条怎样怎样，第2条怎样怎样，第3条怎样怎样怎样，不太像是。对，没错。很奇怪的是呢，就是它是很生活的呀。所以他们是做到一半讲了一个东西，然后做到一半又讲了另外2条东西、3条东西，对，然后到哪里就是这样子，它是随着他们到的地方去增加了这个东西。
没错，是很特别。有兴趣的话，自己慢慢读，有些地方真的还蛮痛苦的。那妥拉的这个后半段呢，就是刚刚说的那613条律法，是从原本的宪法里面就是截取出来的，然后就跟米斯汀奇刚刚说的一样，这些律法是用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的，而且是有计划的把这些律法放到这些故事里头，然后让故事来去增加这个律法的这个兼容性的概念。读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会有613条这么多律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个，对。然后以色列人说：“讨价还价一下可以啦。”对，然后就变成一个，又变一个，又变一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第一条律法就是不可以崇拜别的神。对。然后他们下一件事情呢，就是呢，马上做了一个金牛在那边拜他们，不可为他雕弃偶像。对。好。烧掉，然后摩西就跟他们说其他的律法，然后呢，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是关于很多人起来反抗这些律法。那律法越多啊，失败的人就越多啊，这些失败的故事越来越多，就有更多的律法。那就好像就是只要有律法，人就一定会去破坏一样。对 ，OK， 就是人一直在踩那个底线，就跟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对，唯一一个就是你不要去吃，然后之后他就吃了，对，就是一开始只有一个，就是不要吃，对。卡 ，OK， 好，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下来，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律法的这些重点，就是不管有多少的律法，就是会有人去反抗，就是有人去踩那个底线，就是有人就是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想要侵犯律法的人，因为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分别善恶，所以说妥拉的结尾呢，就是摩西快死了，没有人做得到。对，然后他就很讲清楚、说明白，就讲说，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进入你们的新家了 ，OK？ 然后摩西就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你做不到。对，你们已经非常的实在的证明，你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这不是因为人太白痴，或是人太天才。摩西说这个问题是出在以色列的人的心太硬，你总是心太软。对。然后呢，他们说以色列的人呢要有新的心，对，要有一个 new heart， 对不对？这样子呢，以色列人才可以真正的跟随神，然后还有遵守神的律法。然后呢，摩西呢是正确的。接下来剩下的旧约圣经就是在讲说以色列人不断的失败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律法就在那个地方，就连大卫也失败了。对，但是要遵守这个律法，真的就是困难到一个不 OK。不管你是国王、贵族，还是普通人，甚至到奴隶 ，OK。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就好像以违背律法为己任一样 ，OK， 违背了所有的律法。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失败的这些历史书结束了之后呢，就是15本先知书。那这些先知做的事情呢，就在反思他们之前的事情。我就告诉你，你这样会灭亡的。然后我再跟你讲，你下一次如果再这样做的话，还是一样会发生。例如像说这个先知以西结 Ezekiel， 在这个样说，如果以色列人能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神的灵就可以让他们原本刚硬的心软化成为柔软的心 ，tender heart。然后耶利米说，当以色列人不觉得遵守这些律法是他们的义务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律法才可以真正的刻在他们心里，让他们铭记在心。就是这是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而不是我需要去 follow 的。对。然后以赛亚说，将来会有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然后会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遵守这些律法。那这些先知写的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先知书，因为这些书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东西而来撰写的。那从开头到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说，神要透过这些他拣选的这些以色列人，把祝福带给全世界的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呢需要新的心，旧的心是磨好的、刚硬的 ，OK。然后呢，耶稣就是要来继续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耶稣也同意要遵守这些先知的看法，还有神的律法。他说他知道这些所有的邪恶还有不公义都是从人的心来的，就好像这些邪恶这些东西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预设在我们这个里面一样，就是我们就是预设要来违背神的律法的。但是耶稣也同时说，他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他是来实践这些律法的。耶稣说的实践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成为那个律法。
耶稣说，基本上所有的律法可以被一条完美的诫命来总结。最大的律法诫命就是爱，没错啊，你就是你出于爱。对，你常听到的大使命，因为爱所以可能要听的大使命就是你要全心全力的爱你的神，尽心尽力的爱你的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那爱邻舍如同自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们都想要爱人，然后我们同时也需要被爱，也想要被爱。但是其实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爱是什么？长久忍耐有恩。那事实上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爱是什么东西 ，OK？ 但是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爱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严谨非常非常的多。例如耶稣说，你不可以谋杀，你不杀人就是在爱人。然后他又说，如果说你对一个人怀恨在心的话，看那个某个人很不爽的话，然后很不尊重其他人的话，那同样的也是在违背神的这个道德理想。因为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人，然后你的爱只是在做给别人看而已。对，当你如果真的是从爱出发的话，其实你一切诫命就了解了。你可以了解说，哦，原来神的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不让我在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当下那吃猪肉，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生的，它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就会死掉。之后如果你在家的话，你自己处理的话，那就比较容易把那个肉煮熟。就是你可以懂说，哦，原来这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有这个诫命，那我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那时候就说，真实的爱是要能扩散的 ，OK， 是要有吸引力的 ，OK， 必须要你要能爱你的敌人 ，OK， 这个样子才可以。那这条诫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耶稣也同时证明了，就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准备好，要来完成这么简单的一个诫命，就是要爱所有的人，还要爱你的敌人 ，OK？ 因为我们的心是偏的。对，就像你在台湾，你要蓝的爱绿的，或是你要绿的爱蓝的 ，OK？ 很难，简直就是不可能。但不要互相谋杀就好了。对对对，共和党的人要爱民主党的人，民主党的人要爱共和党的人，这简直根本就是天方夜谭。OK？ 我们全部都跟以色列人一样 ，OK？ 都被所有的这些意识形态，还有各式各样的政府，然后为了自己的私欲被骗。然后呢，讨厌彼此，甚至讨厌自己。但是呢，人做不到的事情呢，身为弥赛亚的耶稣呢，的确是看见了这个诫命。他就是一个全心全意爱神的一个人，然后爱人如己的一个人。他爱自己爱到把自己钉在上面，是不是形容说的？他才说要背上你的十字架 ，follow me。然后呢，他让所有的人认识了这位神，然后他也告诉所有的人，神是个什么样的神。透过他对他敌人的爱，他透过他对敌人的怜悯，还有慈悲来爱他的敌人。就算最后他被这些敌人杀掉了，没错。还是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没错，请神原谅他们。然后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他告诉他的信徒们，他会降下神的灵来转化他们的心，然后这些人就可以跟他一样，有能力去实践这些律法，然后去爱神，然后来爱人如己。对啊，然后这些就是跟先知还有律法书里面说的这个一样，就跟一开头讲到，简单的说，基督徒要遵守的法律就是要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然后就跟使徒保罗说的一样。要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完全了这个律法。对，耶稣说他自己是道成肉身，就是律法是一个道，可他自己也是那个爱，所以他就成就。如果律法没有爱，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就不是完全，不是完整的。就是你要出于爱，所以才有律法，可是律法当中也要有爱。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赶快订阅。然后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在下面底下留言，我们都会去看到。然后最后如果想要sponsor 我们的话，在 description 里面都有所有赞助我们的方式。那最后各位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通奸除罪化这条律法有爱吗？有爱吗？感谢大家收看，下次见，拜拜。